这个月第3章了。今天要是交不出30万，你这屋子我就收了。我真没钱了。那你爷爷留给你的这破屋子值多少？爷爷走得安详。临终前，他把这间当铺交给了我。我的天啦，这可怎么办？可我不知道，爷爷的安葬费是高利贷呀。什么鬼东西？豹哥，这……有怪东西，快跑！又来！这不是活人？掌柜的，我要当我的状元才气。在下陈子安，愿以平生才学，求与亡妻一见。你执念500年，只为一面。你的才学藏10年寒窗之志，可惜被执念蒙尘。四海当等价交换，你可愿？愿意。秀儿，相公，阳寿1年，阳寿换不了钱，填不上债，当铺护不了我多久。果然不是万能的，得靠交易升级。好累，就想睡一会儿。项目 bug 还没改，别找了，你睡不着，疲惫已渗进魂体，7天后你会彻底消散。你怎么知道？四海当只谈交易，说你的愿望，看你有什么可换。我典当，我什么都愿意，求你给我几小时清醒，让我写完程序卖了钱，我爸妈就有着落了。你这疲惫对我是负资产，收着麻烦，但你那未完成的程序有点意思。我抽走你所有过劳疲惫，让你恢复巅峰，帮你写完。作为交换，我要你10年编程经验与技术，成交。我的经验，那是我的一切，没了它，我什么都不是。你已经死了，这是你救父母，也是救你自己的最后机会。没了它，我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你只是7日将散的执念，父母一无所得，选孝子还是魂飞魄散？你的一切换他们的一切。我到。洗手。真的成了。太简单了。
原来这世上真他妈没有免费的午餐。看来这种堪称神迹的金手指也要遵循某种平衡法则。老板，20串腰子，10串板筋，再来个烤茄子，1瓶冰啤酒。爽。3天前怀姓巷口车祸，想起离世的爷爷。你这点执念不够支付费用，不过我四海档新开张，今天就当做善事，给你打个折。你的当品是你对女儿最后的执念，我只收你一滴最纯粹的思念之泪，成交我便为你入梦，让你见她一面，亲口说生日快乐。这首生日歌。做了件傻事，纯粹赔本买卖。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的天道轮回。无价，逢凶化吉，抵消因果业力。它衡量的根本不只是物品的能量，而是囊括了天地间所有维度的价值，包括一个人的善与恶。生意不只是眼前的利润，风险控制和长远投资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是什么？功德，这玩意儿真的能救命。之前几次账本都是在客户进门后才有反应，这是第一次，他主动预警。怨恨之源，罪恶感。四海当的规矩，每一件当品都必须溯源。他的名誉、快乐、生命，才换来了你敲下的那几行字。是他活该，他自己心理脆弱，关我屁事儿！万物皆可当，但有一样，我这里不收，垃圾。滴警告，拒绝交易，怨恨将化为业力。婆婆，想当点什么？哎，我那孙子有出息，在国外读博士呢，就是忙，1年到头也回不来一次。我怕我走得急，那点钱他找不到，烂在老屋里了。哎，不瞒您说，掌柜的，我听巷子里那些孤魂野鬼说，城西那边的狐狸山最近出了个狐仙娘娘，可灵了，好多回不了家、有心愿未了的鬼都跑去求她指条明路呢。狐仙娘娘，这可是一条大鱼啊！哦，还有这种事？那这位娘娘想必是位得道高人吧？谁说不是呢？
也听有些从那边吃的烦心事。烦心好，一个大胆的轮廓已在脑中初步形成。婆婆，我为你入梦，让你亲口告诉孙子藏钱的地方。我收取的当品是您记忆里老屋耐床被子被太阳晒过后的味道。王婆婆愣了一下，随即欣然同意。这是一个她无比珍惜却又带不走的记忆。就差临门一脚，只要再来一笔交易，哪怕是最微小的一笔，当铺就能迎来第一次升级。现在是去城西那狐狸山寻找那位狐仙娘娘，搏一个大的，还是稳妥起见，继续在店里等待下一个客户自己送上门。这完全不是客户上门的节奏，这声音里没有交易的请求，没有麻木的诉求，只有一种濒死般的仓皇和不顾一切的求救。爷爷说过，开当铺，眼力比本事重要。可力量的诱惑太大了，不是鬼，这股气息活泼强大，甚至带着一丝高高在上的审视。你就是这儿的掌柜？客人上门，何必急着展露家底？收敛妖气是交易的基本礼貌。有点意思。我听怀院巷那些不成器的小鬼说，你这里万物可当。我来是想当一样东西，换一个方法。我要你治好我的瑕疵，作为交换，我最精纯的100年魅惑之术可以归你。100年？还是魅惑之术这种传说中的神通？这笔交易的价值无可估量，单是那1成的手续费，恐怕就足以让当铺连升好几级。能让一个近1000年的大妖都束手无策的瑕疵，会是什么？这笔买卖绝对没那么简单。我要你让它变得完美，但若你做不到，我要你的命。这是开业以来最大的一笔生意，赢了无辈楷模，输了下辈子再做掌柜。怕个屁，在四海党里，老子就是天。我会变得更强，区区1000年寒娇也敢放肆，这便是玄冰玉髓。连那些只存在于神话说中的高僧大妖都束手无策，连火润果和玄冰玉髓这种天才地宝都毫无作用。这次真的要玩脱了。病因毛囊色素沉绝不均。你看出了什么？此乃我修炼之根本伤与生俱来，烙印于魂魄之上，岂是凡人能够揣度？你这不是修炼问题，是毛囊色素沉着不均。毛囊色素，这都是些什么鬼东西？你胡说！你这凡人懂什么？竟敢用这种污言秽语来羞辱我！300年前，东海之滨，你从一头火蜥兽的巢穴里得到一枚火混果，以为能以火克金，修复瑕疵，结果如何？150年前，你在昆仑雪山深处，从一条1000年寒妖的嘴里抢到了一块玄冰玉髓，想用至阴之力来调和，结果又如何？这些，眼前这个凡人，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当铺掌柜，他怎么可能知道？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交易的价钱了。你的方法到底是什么？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天才地宝？哦，不是什么天才地宝，大概就是一些双氧水、几瓶植物精油，还有一盒最普通的矿物散粉吧。双氧水、精油、散粉，你在戏耍我！而我想要的报酬没变，依旧是你那100年的魅惑之术，童叟无欺。用一堆垃圾换我100年修为，你这掌柜真是好大的胃口！你就不怕被撑死吗？不，你搞错了，我的方案不是垃圾，
这些材料也不是我要卖给你的东西，我真正要卖给你的是知识，是告诉你该如何使用这些垃圾来解决你问题的知识。知识才是最珍贵的。我们可以立下契约，若我的方法无效，我赔你我身上全部的阳寿。如果万一是真的呢？好，我倒要看看你这小小的凡人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我跟你赌了，我以100年修为赌你能治好我的千年道伤。契约成了，这一刻他后悔了。我疯了，他是修炼1000年的九尾狐妖，他的那块道伤是他道心上唯一的一根刺。求佛无门，寻仙无路，罗汉金身束手无策，1000年凶兽拼死搏杀，也未能改变分毫。而今天他把100年修为压上，赌一个凡人能治好他。一株发光的仙草云雾中光冕，一个闪烁的上古遗宝他。稍等，我出去买点材料。你一个开当铺的，治1000年道伤需要上街去买。如果那小子敢拿垃圾糊弄自己，就算拼着天道反噬，也要把他挫骨扬灰。完了，100年修为正道的希望全被一个拎塑料袋的凡人骗走了。变回原形。用你的妖力把这些涂在瑕疵上，轻柔，让每一根毛发的根部都浸润。看，交易完成的规则之力涌动，100年魅惑之术到手。后续保养用的，吸收多余油脂，不会复发。这句话像一记铁锤，砸碎了白灵儿1000年大妖最后的骄傲。对方不仅治好了他，还轻描淡写的考虑到了根治，这是何等可怕的手段！白灵儿，多谢掌柜再造之恩。而那些加起来不到50块钱的东西，就这么安静的躺在桌上。瓶身上的骷髅头正在嘲笑这个世界的所有理所当然。赚大了，这可是一位活了上千年的大妖啊！他的人情，他的善意，远比那100年修为的价值要高得多。起来吧。吸收。他竟然能瞬间长此术，我苦修100年才能有此境界，可眼前这个凡人，我操，这么霸道！就看了一眼，这千年狐妖差点就顶不住了。看见了吗？知识才是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而我恰好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知识。以后若有需要，可以再来。我这儿不只能交易物品，也能谈合作。今日之恩，灵儿铭记于心。掌柜日后若有任何差遣，可来城西狐狸山。与这种千年老妖精打交道，实在是太耗费心神了。狐狸山，哼，这不就等于拿到一张妖族圈子的长期饭照了吗？够了，随时可以进行下一次升级了。狐狸山，这不就等于自己凭空拿到了一张通往妖族圈子的长期饭票吗？简直赚翻了！啥？又是这样？上一次的编程技能附带着元气损害的代价，这一次的魅惑之术更是凶险，直接就是欲望反噬，沦为奴隶。满了，竟然满了！当铺核心升级模块已激活。我操！第一个，扩展暂存空间，状元才气，编程技能，魅惑之术，
全都能为我所用。这不就是随身携带的超级外挂吗？就选它，必须选它。我想起来了，程序员刘凯那次，我差点被吸干元气当场暴毙，还有白灵儿走后账本上的警告。当铺不是请客吃饭，这里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雷区。我就是个在雷区里捡黄金的拾荒者，没有风险提示，赚得越多，死得越快。小白呀，记住喽，咱们这行眼力比本事更重要，看得准，收得稳，才能吃得久。眼力，不就是看穿风险的能力吗？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那是莽夫的说法。老子是个生意人，公司要做大做强，是需要牛逼的仓库和研发部，但在那之前，你首先得有一个顶级的风控部门和法务部，不然收进来的货有问题，分分钟破产清算，连人带公司一锅端。激活风险预警系统。这就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警告：检测到携带高危当品的目标正在接近。来了，来了！掌柜的，我要当了他，当了我这把祖传的宝刀，我要换我下辈子投个好胎，家财万贯，再也不用受虫酸气。但现在，哦，你这把刀值这个价吗？值不值？掌柜的，值不识货呀？来呀！看见没有，我吴家祖传的宝贝斩叶。传说我太爷爷的太爷爷当年就是用它亲手斩过一头为祸乡里的百年老妖，用它换个下辈子的富贵命，便宜你了。哦，还真是把凶器。好家伙，这把刀不是什么祖传宝物，是一台欲望放大器，谁碰谁完蛋。所以掌柜的，这把刀只值一个好胎，你倒是开价啊！吴老三，我问你一个问题。啥？你这把刀在你手里放了几年了？你是不是觉得运气越来越差？一开始小输，后来越输越多。你越是想捞本，就输得越惨。你越是把这把刀当成翻盘的希望，你就死得越快，直到输光家产，输掉阳寿，变成现在这副鬼样子。我说的对不对？没错，几年前还没把这把刀从老宅供桌上拿下来的时候，赌运时有输赢。可自从把他天天抱在怀里之后，就再也没赢过。害了自己的不是运气，不是出千，而是这把刀。不当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用智商把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觉。正年之道，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风险预警系统这5个字，让我不再是那个对未知充满恐惧的穷学生，而是一个手握顶级侦测设备，等待猎物上门的顶级猎人。我需要一笔大生意，一笔真正能让我彻底翻身、解决燃眉之急的巨款。掌柜的，救我！救我呀！我供的那个东西，它失控了。王建富过去5年的关键信息如快进电影在脑中展开。5年前生意失败，从南阳请回一尊古曼童。南阳的发法门讲究血石供奉，你最近一次是不是用了你小儿子的指尖血？你怎么知道？掌柜的，这里面有20万，只要您能把它收走，这钱就是您的了。不够我再加，嫌少，50万，我给50万。我要你那只小鬼本身，签了它，你的麻烦就归我；不签，因果溯源显示，他今晚就要缠上你最疼爱的小儿子。我签！
一声刺耳尖啸爆发，浓烈腥风混合刺骨阴寒席卷当铺。把他留在这里始终是个麻烦，不如收容。搞定。暂存空间里又多了一个新住户。系统会提示：正引导的追查目标中包含此次小鬼的气息来源，请掌柜做好被上门的准备。正妖道，又是正妖道。这一刻，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不再是个单纯的中间商，我成了收藏家，一个能把阴间微环品据为己人的收藏家。该怎么处理？如果用功德去净化怨气呢？我操！我明白了，风险预警系统是风控部门，功德就是净化车间，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发了，这次是真的要发了！因果溯源，此气息与当品斩业道所斩杀之邪修同源，二者玄门正气图门，修炼南阳秘术血阴功。难怪斩业宝刀的因果里牵扯到正天道，原来这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交易，背后指向了同一个源头——玄门正天道。一群修炼邪术的叛徒。妖魔邪祟，还不束手就擒！红色。好重的妖邪气，竟然还有一丝龙气。哼，藏无纳斗之地。不对，灵觉感受不到任何邪修气息，只有一个普通凡人。我不管你是谁，立刻交出你铺子里的邪物，然后随我回龙虎山听候师门审判。我赵空明，正天道真传弟子，手持桃木剑，下山斩妖除魔，替天行道。游过尘世间，我会不尽修理江山无边。怎么可能？师尊亲手画的破邪符，竟变成纸飞机！给我破！我废了你！在我这儿，道法、修为都没用，只有规矩才算数。现在，你还觉得你有资格审判我吗？还有100年内的纯阳道体。什么意思？我这儿只有客人和当品，守规矩是客人，坏规矩就是会喘气的北指物。你这身道体、修为和天骄信气，值什么价？天亮前，要么典当交易，做我的客人，要么永远成为我的藏品。香柏，
你这逆天为行的当铺，早晚会遭天谴的。是吗？你以为你能掌控一切？你错了，你只是被这当铺的因果捆绑的祭品。是吗？祖师爷的记载里，所有在这当铺交易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你也一样，你会不得好死，暴毙而亡。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城隍司年度考评，唯独游魂收容率拖了后台。我的家，我的家，通通废物！养你们这群鬼差，连个老头都劝不走。陆判，前日追捕百年桃木心的树精，在回信巷失手了。那树精躲进一间古怪当铺，我等兄弟无法靠近大门3尺之内，仿佛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壁。当铺，怀性巷，你速去将那批阴司卷宗调出来。鱼儿上钩了，想必这位就是四海当的江掌柜吧？在下江城城隍司文案判官陆判官，听闻怀应新开商铺，特来拜会。原来是陆判官大驾光临，小店简陋，有失远迎。陆判官，请上座，喝杯清茶。好东西，这位陆探官倒是真下本钱。还是江掌柜这里的风水好啊！我这阴山云雾茶在别处泡，可出不来这股清澈的灵韵。不知江掌柜这铺子平日里都做些什么生意啊？不过是些小本买卖，解人之忧，成人之美罢了。解人之忧，成人之美，这可是大功德啊！前日我手下2个不懂事的鬼差，在怀应巷追捕一名千年桃木心的树精，后来那树精不见了，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替那小妖解了忧，成了他的美啊！那或许是他命不该绝吧。我这里只看交易，不问缘由，只要客人付得起价钱，别说是小妖，就算阎王爷的麻烦我也敢接。陆判官，这茶是好茶，只是绕了这么久，你也该渴了。不可能，我为 KPI 发愁是城隍司居秘，他一个凡人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真的能未卜先知？大人有解决不了的麻烦，我这里或许有处理麻烦的法子。这才是我这间铺子真正的生意。江掌柜，你是不知道啊，城南商业广场那个老刘头，盘踞上百年的地缚灵，不害人，就是天天守着那根罗马柱念叨我的家，油盐不进，软硬不吃。这份执念死结，不仅拖垮年度考评，更是他晋升路上的绊脚石。陆判官，3天之内，我让他自己卷着铺盖去你城隍司销案。3天？好。开始远程鉴定，目标地缚灵老刘头，价值评估13年阴寿或一丝功德，核心诉求守护故居。找到了。你们又来做什么？我说了，这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守着一个不存在的家，有意思吗？老先生，你想不想换个新家？一个真真正正属于你，看得见摸得着，还能受人香火，让自己说了算的新家。换新家？受人香火，自己说了算。城郊西山有座放弃的土地庙，正神100年前已高升归位，那片山林如今无主。你把你这份对旧址的没用的执念典当给我，我便助你入主那座土地庙，成为那座山头新的守护灵，从守一个不存在的房子，变成守一座真正的山。这笔买卖，你做是不做？我需要付出什么？交易完成，获得当品百年地缚能量31，获得手系梳理阴阳，调和秩序，获得少量天地功德。注功德之力。可部分抵消天谴因果，部分抵消天谴，这是护身符，也是我敢在这阴阳夹缝中继续把铺子开下去的底气。只要积攒的足够多，赵空明口中的天谴，也不是不能碰一碰。生意做完了，该收尾款了。再解决不了那个老刘头，我怕是得去守奈何桥了。大人，销案了！城南那个老钉子户老刘头他自己来销案了。你说什么？老刘头刚走的程序，说要去西山那边上任。西山土地庙，
那是废弃了多少年的烂摊子，居然被那人做成了顺水人情。这不是解决麻烦，这是化腐朽为神奇。贝里，把我珍藏的阴山云雾茶带上，哪怕剩点渣子，我要去怀性巷。江掌柜，陆某深夜造访，叨扰了。陆半官客气，事办成了？办成了，老刘头已去西山，我那边的考评算是过关了。既然事办成了，陆判官是不是该结账了？江掌柜放心，以后四海当在江城地界，只要不触犯天条，阴夜就是您的后院。孤魂野鬼赶来闹事，我直接所拿。玄门中人找麻烦，城光司也能帮衬一二。陆大官，这些虚的就不用说了，互惠互利才是长久的买卖。我这里只做交易，以后陆大人再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或是为政绩发愁，尽管把麻烦送来。看在老成人的份上，我给您打8折。江掌柜，此话当真？童叟无欺，只要价码合适，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麻烦。这是江城阴司内部的舆情图，上面记着江城地界所有不安分的家伙。有些东西阴司不好直接动手，但掌柜的做生意肯定用得着。那就谢过陆判官了，以后常来往。整张地图标注江城所有阴邪异动、精怪御灵据点，既是资源布图，也是潜在客户与敌人名录。资源分布图、潜在客户名单、敌人名录。陆判官这份礼送得很重。不管是什么太爷，进了四海荡的门，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哪怕是1000年的狐狸，也得把皮留下来。地图上的红顶正在更新，检测到胡三太爷的气息，3天前曾在环杏巷附近出现过。3天前，那岂不是已经来过了？陆判官把地图送来，说明这老东西最近不安分。客官深夜上门，是救急还是救穷？没有老茧，没有灵力波动，就是个只会拨算盘的凡人。在下黄三郎，听闻这儿新开了家能通阴阳的铺子，特来见识见识。掌柜的，我最近修行到了瓶颈，急需几颗增长道行的灵丹，手里正好有件宝贝，想在您这儿死当。死当？那可是把东西彻底卖给当铺，以后不能许回。小妖一上来就玩这么大，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宝贝。掌柜的，请上眼，这可是东海鲛人气类而成的鲛珠，佩戴可避水火，研磨服下能治炎益寿。我在东海边机缘巧合得来的。好一个东海鲛人类，这哪是来典当的，是来送定时炸弹的。胡三太爷连面都不露就想废了我，好东西，真是好东西。这光泽，这水头，江城最好的珠宝行也拿不出这种货色。黄兄弟，既然你要死当，我不跟你玩虚的。你要的增长道旺的丹药，我这正好有一颗百年珠果，换你这颗珠子，如何？百年珠果能省20年苦修。这傻掌柜不仅要收催命符，还要倒贴珠果。这个嘛，百年珠果虽不错，但我这鲛人类可是传家宝。既然觉得亏了，那就算了。小本生意，拿不出更好的东西。别，我看掌柜的是痛快人，就按您说的，1颗百年珠果，这鲛人类归您了。这就对了嘛，做生意讲究个爽快。掌柜的，怎么了？笔没问题，但这珠子太贵重，我得加个特殊的保险条款。黄兄弟，看看没问题就按个手印吧。净化3日，估计是这凡人不懂行，把水气当晦气，想放几天。至于受损，三太爷炼的珠子堪比精铁，拿锤子都砸不坏。这条款毫无反而正中下怀，只要按了手印，因果嫁接术就会开始运转。3天，恐怕这掌柜活不过今晚。没问题，掌柜的办事严谨，我签。3天后我再来取报酬，希望到时候掌柜的还能像现在这么精神。放心，3天后我一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不送。胡三太爷，这份大礼我收下了，不过来而不往非礼也，好戏才刚刚开始。鲛人类，胡三太爷，好毒的心思。规则里写的清楚，净化3日。作为掌柜，为了保证服务质量，用点强力的手段，很合理吧？黄兄弟，你的东西我开始净化了，不知道你那位太爷这大晚上
火气会不会太大了一些？今晚有人要睡不着觉了。让我看看这千年的狐狸尾巴到底藏哪儿了。四海当，既然来了四海当，就没有让原材料浪费的道理。这就叫变废为宝。掌柜的还在吗？我来取货了。哟，黄兄弟来了，快请进，我等你半天了。没死，不仅没死，连一点虚弱的样子都没有。那可是300水鬼的怨煞。黄兄弟这是干什么？既然来了，哪有不进来的道理？掌柜的，你身体挺好啊。托你的福，这3天我睡得特别香。那是他的怨煞珠，但又不是陷阱、水鬼，3大爷的印记全都没了。你看，按照咱们签的合同净化，我完成了。这可是顶级的净化服务，不仅去除了水汽，还顺便把里面的脏东西都洗干净了。黄兄弟，这笔额外的加工费，你打算怎么付？这不是霸王条款，这是卖身契。他早就看穿了一切，就等着我傻乎乎往坑里跳。我不，这是诈骗，那是我的珠子，那是怨煞珠，不是鲛人类。你自己承认了，你用名为鲛人类的假货骗我的百年珠果，按照当铺规矩，知假当假，意图欺诈，当品没收，交易作废。这珠子归我了。太爷的宝贝没了，回去太爷非剥了我的皮。掌柜的，我错了，珠子给您，我走，我现在就走。走？那可不行，咱们的账还没算完，当品没收是对你欺诈的惩罚，净化服务费你还没付，我消耗了不少功德才把烂摊子收拾干净，这笔账你打算赖？你这身皮毛虽然臭，好歹修了几百年，把命留下，一身妖力抽干，勉强够抵服务费。按手印，别让我动手，那样你会死得很痛苦。太爷，救我！小友，做生意讲究留一线，得饶人处且饶人。看在老夫的面子上，放了我这不成器的徒孙如何？这年头面子值几个钱？想要人，拿更值钱的东西来换。否则，就算天王老子来了，这只黄鼠今天也得给我趴着。小友手段高明，连我的因果斩接术都能破。这江城地界，你是头一份。太爷过奖，既然您亲自来了，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这只黄鼠狼拿假货骗我，还想害我的命。按照规矩，一命抵一命，不过分吧？不过分。生意人讲究诚信，这孽畜坏了规矩，死不足惜。不过打狗还得看主人，他虽然不成器，毕竟也是我狐狸山挂了号的。要是就这么死在外头，我这张老脸没处搁。这里面有500万，算是给小友的赔礼，也是这孽畜的买命钱。这事翻篇，如何？钱？太爷觉得我这四海当缺钱吗？那是凡人的货币，在我这儿买不了命。我不缺钱，我缺诚意。
3件事，只要太爷答应，这只黄鼠狼你领走。小友说说看。第一，这颗定魂珠是我的战利品，归我。可。第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既然喜欢耍小聪明害人，那就让他把这份小聪明当了，换他这条烂命。可。第三，我要和你做一笔长期的买卖。买卖？这是怨煞珠。狐狸山家大业大，手底下小妖成百上千，平日里肯定有不少处理不掉的脏东西，来路不明，带着因果麻烦的物品，比如这怨煞珠。这些垃圾留着烫手，扔了可惜。以后你们把这些东西都送到我这儿来，我照单全收，价格按市价的80%算，我帮你们销赃，帮你们洗白，怎么样？这哪里是勒索，分明是战略合作。那些带着怨气因果的赃物确实是烫手山芋，有人愿意接盘，还能换回资源。这小子脑子是怎么长的？哈哈哈哈哈！好一个四海当掌柜，好大的胃口，好毒的眼光。小友这个朋友，我胡三交了，这3件事我全应了。那就请吧。这就是当铺的手段，剥夺概念，无视防御。交易完成，获得当品黄鼠狼的狡诈凡阶上品，获得长期供货渠道狐狸山，当铺声望提升。这才是当铺掌柜该过的日子。江掌柜，你神了！城隍爷那边都惊动了，说东边那只老狐狸的气运居然跟你这铺子连上了。你到底对他干了什么？把他那个聚宝盆给黑了？没什么，就是谈了笔收废品的生意。对了，陆大人，老狐狸既然服软了，我之前让你帮我留意的那个大家伙，是不是该登场了？目光越过狐狸山，落向江城东郊那片人人避之不及的古战场遗址。那地方煞气太重，你确定要招惹那个疯子？他可是连阴差都敢砍的狠角色。狠才好，我就缺一把狠刀。告诉他，四海当开张了，能给他想要的归宿，这才是最大的收获。不是定魂珠，头脑不瞬间清魂珠，是狐狸山这个稳定的供货渠道。好一个四海当掌柜，好霸道的规则之力！传我令下，所有狐狸山子孙即刻起不得踏入怀兴巷半步，违令者抽筋，逐出狐狸山。遵命。江城风云涌动，从此刻起，天地格局悄然变天。胡三太爷回山便宣布闭门，下了禁令。那黄三郎已彻底吃傻。江掌柜，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天谴之雷没能劈开那扇门，我引以为傲的正悟道法，在那种纯粹的规则面前，显得那么无力。难道真的有凌驾于道法之上的规则？一代道门高人，道心首次崩裂，执念与疑惑生根发芽。四海当之名一夜传遍江城阴邪修行各界，敬畏、忌惮、好奇、贪婪，四方目光集聚回星巷。定魂珠1颗，100年珠果1颗，银行卡里5万块，离还清50万高利贷还差得远。生意越来越大，一个人明显力不从心了，需要帮手，一个能打理日常、搜集情报的助理。白领2似乎不错，但更需要一个能镇场子的打手。胡三太爷今天要是敢动手，我除了依靠当铺规则，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必须有自己的枪。陆探官说，那里盘踞着一个连阴差都敢砍的疯子，正好，我就缺一把够疯够狠的刀。一股从未感受过的恐怖气息骤然降临怀英巷。警告：
检测到高浓度混合型煞气能量源，风险评估中。既是巨大的危险，也是一场天大的富贵。听说你这里什么都收，每一条都在告诉我跑，赶紧跑。但这铺子是我的根，跑了就什么都没了。这人站在那儿，就像一座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山，压得人喘不过气。这哪里是鬼？这分明是一台杀戮机器。掌柜的，你这儿收死人命。收，只要有价值，哪怕是阎王爷的生死簿，我也敢估个价。我叫老黑，大前边军，先锋营统领，见过掌柜。是兵，不是匪。只要是兵，那就讲规矩，那就有的谈。原来是位将军，失敬。四海当开门做生意，将军既然来了，想必是有难处。我有3000个兄弟，当年漠北一战，全死了，没一个逃兵。我们不想投胎，我们就想守着那块地，等着朝廷的封赏，等着带我们回家。可是几百年了，没人来，连那座城都风化成了沙子，我的兄弟们撑不住了。执念硬撑数百年，无香火无供奉，3000军魂已是油尽灯枯，行将魂飞魄散。我想给他们找个家。3000个即将消散的残魂是一个无比烫手的山芋，要安顿他们，要么需要海量的香火愿力重塑神位，要么需要一个能够容纳3000军魂的巨大阴地。无论哪一种，都不是现在的四海当能轻易拿出来的。这笔买卖从账面上看是血亏，但江白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一个鬼王级的打手，一支由3000军魂组成的军队，还清债务，安稳度日。不，当这间酱铺选择了我，仅仅是活下去，已经满足不了我的胃口。归宿我有，但我要的不只是你的一切，我还要你和你的3000兄弟典当你们的忠诚。我没钱，也没宝贝，我只有这一身煞气，还有这条鬼命。掌柜的，只要你能救我的兄弟，我老黑这条命卖给你，随便你怎么用，炼气也好，当狗也罢，绝无二话。铺中死寂无声，只剩沉重喘息在空气中回荡。但3000个残魂就是3000张嘴，每天消耗的能量是个天文数字。如果只是为了一个保镖，这笔买卖血亏。除非……我想错了，这不是3000个累赘，这是一支军队，经历了战火洗礼，死了几百年依然保持建制，听从指挥的军队。在这个混乱的里世界，什么最值钱？是有组织的力量。这哪是包袱，这是送上门的核武器。将军，你知道3000个残魂意味着什么吗？每天要烧掉几百斤的香火，我要背负巨大的因果。若被阴司发现，那就是私藏阴兵，是要下18层地狱的重罪。是末将，唐突了。慢着，我让你走了吗？这地方原来是个破庙，供的是个不知名的野神，早就塌了。我有办法把那地方改成军功祠，给你的兄弟们搞到合法的编制，让他们不用躲躲藏藏，甚至能享受人间香火。真的？我要这3000阴兵的虎符，要你们3000个兄弟从今往后只听我一个人的号令。我要你们的忠诚，典当给我，永生永世，不得徐回。若能给兄弟们一个家，
这3000条烂命就是掌柜的，刀山火海。掌柜的一句话，我老黑要是皱一下卯焰，天打雷劈。签字，画押。今晚我们就去抢地盘。夜色浓稠如墨，废弃神祠内尚有异类盘踞，恰好可为3000新军祭旗立威。这笔买卖，连阎王爷看了都得眼红。典当忠诚4字如巨石击心，跨越数百年认知，军魂之本竟也可入当铺着价。此地曾是前朝为纪念战死将士所建的军功神祠，虽然早就塌了，但神道的根基还在。你的3000兄弟是忠勇之魂，让他们去轮回投胎是对他们的侮辱，让他们在戈壁滩上做孤魂野魔是对他们的不公。但如果让他们化为受后人香火供奉的兵魂，在这江城守护一方呢？这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我要做的是以你的本源煞气为引子，重开那座神祠的神道，将你3000兄弟的残魂与神祠的气运连接在一起，化为真正的兵魂。当然，代价就是你和你的军队将永远与那座神祠绑定，成为我四海当麾下第一支见不得光的武装。你愿意吗？比起魂飞魄散，踪迹全无，典当忠诚已是唯一生路。若能让弟兄们得此归宿，我老黑这条命，这条魂，从今往后便是掌柜的刀。刀山火海，绝无二话。这场交易太大，一张当票镇不住。将军，稳住心神，我要抽的不是你的力量，是你的根。你和你麾下3000军魂纠缠了数百年的那场本源煞气。他清楚，本源剥离，轻则跌落修为，重则魂飞魄散，却甘愿全盘托付。起！这就是军魂煞气的本源，3000个百战老兵所有不甘、怨恨、执念的集合体。还想跑？感觉自己的精神力正在飞速消耗，这比净化怨煞珠费劲100倍，就像在进行最精密的外科手术，稍有差池，这团能量就会彻底爆炸。到时候别说当铺，整条怀星巷都得被夷为平地，必须快！去！神祠的根基已经接续上了，剩下的看你的了。吕须卷剪天天号角，将大地染成一片死寂的昏黄，无数扭曲的面孔和甲胄隐隐在火光中若隐若现。能否与神残气运融合，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众将士归位！掌柜再造之恩，末将永世不忘。我黑煞愿以此身、此魂、此名，担当于四海当，永生永世，奉掌柜为属。公司初创，总算有了第一个正式部门，武章部，部长鬼王，鬼王黑煞，员工3000兵魂，有钱有盟友有枪，终于有了直面风浪的底气。陆大人，慢慢说，出什么事了？出大事了！
阴间最大的拍卖行聚宝阁今晚正在竞标一批极其稀有的往生砂，那东西能洗涤魂魄、重塑根基，城隍爷都盯着呢。结果半路杀出来一个神秘买家，根本不按规矩出价。我们出冥币，他直接拿活人的阳寿砸；我们出功德，他拿别人的气运砸。现在整个拍卖会都乱套了。用阳寿和气运当筹码，这种交易风格，那个买家什么来头？不知道，只知道他自称来自一个地方，8号当铺。爷爷日记中反复出现的禁忌之名，字迹残存警示：交易欲望损耗过巨，需警惕。原来他们真的存在。四海当是等价交换，8号当铺交易的却是欲望，更高级、更阴险的玩法。就在刚才，城西鬼将王猛一直跟我们抬价，志在必得。结果那个8号当铺的代表只是私下找他谈了1刻钟，回来后王猛就直接退出竞标了。我后来打听才知道，8号当铺让他典当了对往生砂的渴望，代价是给他一次直接晋升鬼帅的机会。那王猛当场就走了。这不是商业竞争，这是规则之战，是2种生存方式的殊死搏斗。江掌柜，您神通广大，连胡三太爷那种老妖怪都能收拾，这次您一定要帮帮我。只要能帮我拿下这批往生砂，我江城城隍司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我可以置身事外，但我想起了爷爷日记里损耗过巨的字样，想起了那被撕掉的半页纸。爷爷的死真的只是病逝吗？如果我退了，就等于将阴间的规则、定义价值的权利拱手让人。今天他们能消灭对往生砂的欲望，明天就能消灭对赎罪的欲望，后天就能消灭对亲情的欲望。既然躲不掉，那就主动出击。我倒要亲眼看看，这个8号当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8号当铺，爷爷日记里的警告，鹿潭关的惊骇，还有直接交易欲望的手段。对方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疯子。宏发大厦地下停车场负3层 B-13号墙壁，黑煞，守好家，若有不长眼的闯进来，直接打断腿扔出去。遵命。刚出土的100年阴沉木，炼制法器的好材料，孟婆亲手熬的忘魂汤，西式版，保证忘了那个负心人。鬼市，阴间的自由贸易市场。贵客，请随我来。8号当铺的人第一次遇到万物鉴定完全失效的情况。从这一刻起，真正的较量开始了。各位来宾，欢迎来到100年一度的聚宝阁盛会。第一件拍品500年份阴灵芝，滋养魂体，增长道行，起拍价100阴德。接下来将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之宝，由忘川河畔摆渡人亲自捞取极品往生砂，整整10斤，纯净洗涤罪孽。起拍价1000阴德或等价之物。战斗要开始了。1000阴德，1100。 1200，1500。往生砂是张蒙卡鬼将巅峰83载，3度冲击鬼王落败后唯一晋升机缘。万物鉴定启动，锁定鬼将张蒙。张猛执念深重，一心登顶鬼王，晋升执念已是自身致命死穴。 警告：未知规则入侵，
模式欲望迹象化。放弃往生杀，典当晋升执念。本座助你直达鬼王之位。我同意。我退出。对方在挑衅，8号当铺等级拉满。欲望交易，釜底抽薪，向尾打压，以浅层欲望蛊惑，舍弃自身核心机缘。不能再等，一旦往生杀落入旁人之手，阴司布局全盘皆输，绝不能任由其肆意典当众生执念与温情。8号当铺，你的欲望杀招，今日就此斩断。众人皆知，能争抢10斤往生杀之人，唯有东边包厢钱掌柜。阴间药材鬼商富可敌阴府。万物鉴定，开，凭空而来的全是财富，真的毫无代价。钱掌柜，别看了，听我说，我是四海当掌柜，对面虚妄美梦不及实打实利益，你心中自有断断。助我拿下往生杀，我与你3样好物3年独家代理权。其一，精炼阴间海盐，刚需无敌；其二，高润度白砂糖，快速补出魂力；其三，神药青霉素，专治尸毒魂伤，阴间至宝。2800阴德。利益互换，远比虚妄诱惑更加牢靠。各凭本事相争，欲望迷局对上现实实业，一较高下便是。3000阴德。但只有我江白看得明明白白，这胖子哪有半分疯狂，全是算计。老戏骨啊！3100。3500。他半点不心疼，每一次加价都是在为以后铺路。可我没看他们，我的目光死死锁在斜对面漆黑包厢。没人，不可能，他在看戏，像一条毒蛇，被俯视，被算计，比吞阴间艰苦胆还难受，但我绝不露怯。先拿到往生杀，阴阳当破规矩，木锤落下，规则落地，谁都不能明抢。3500阴德1次，3500阴德2次。成交。楼下彻底炸锅，无数目光像针一样扎在钱掌柜身上。赢了，至少这一局我赢了。竞价结束不是收尾，是另一场风暴的开始。灵魂气息已被标记，猎杀倒计时正式开启。灵魂已被标记，往后无处可躲，猎杀已然成型。掌柜的，要不要现在走？我安排阴差护送。走，现在走只会被一路追击。对方擅控欲望，我们便以规则反制，动用阴石底层规则之力，代价巨大。如今已然没有退路。就这点本事，四海当规则破！
你敢坏当铺的规矩，灵魂已被标记，你插翅难飞。你们肆意操控欲望，强取豪夺，也配谈论规矩？阴世规则从不由你们说了算。万物有则，欲望有度，违规必遭反噬。今日便替阴世清理门户。你不能杀我，当铺主人绝不会放过你。我倒要见识他有何等能耐。今日留你性命，回去喘告你们主子。区区手下不足为惧，真正强敌依旧暗藏暗处。掌柜的，往生沙已经备好，8号当铺势力庞大，往后麻烦源源不断。麻烦而已，我四海当向来不惧。他想较量，我便奉陪到底。往生沙是翻盘底牌，独家权力权是壮大势力根基。对方以欲望为刃，我以规则为盾，商道为锋，静待下次交锋。聚宝阁后台交割室，阴府气息弥漫，此地受阴间规则庇护。江掌柜，幸不辱命。极品往生沙，品相上乘，灵气十足。万物鉴定，开。验验货吧。3样独家货源，足以让他稳居阴间顶层商圈。江掌柜，这真的给我？白纸黑字，天地作证，违背契约，后果自知。签，我现在就签。3方送迎，唯独8号店铺满盘皆输。合作愉快，往后大单少不了你。江爷慢走，常来啊！不对劲，周遭太过死寂，极度危险接近，规则立场已封锁。很有趣的手段，用利益捆绑人心，你就是四海的江白？哼！初次见面，这一局算你赢了。倘若当初我要的是他的性命呢？这一局，此等力量早已超越脱交易规则。只会做生意，在阴阶活不长久。好好保命，这盘棋才刚刚开始。仗势欺压，那就索性掀翻整盘棋局。陆判官，这份人情该用上了。喂，陆判官吗？东西到手，我要见阎王。超寻常阴邪鬼怪。警告：遭遇高位格规则题，正在尝试解析宿主。电话打完了。打完了。林掌柜莫非打算当众明抢？此地自有聚宝阁规矩。莫非8号当铺行事向来只懂以强欺弱？有点意思，骨头比我预想的要硬。你当真以为我是专程来抢夺往生沙的？若非如此，拍卖会上何必步步紧逼？3500阴德，在我眼中不值一提。这种东西，在我当铺只配用来铺路。极品往生沙竟是这般不值一提，降维打击太过刺眼。
既然视作垃圾，先前费尽心思布局又是为何？测试。我只是想看看江道玄选中的继承人究竟是什么模样。嘴巴放干净，我爷爷不容旁人肆意诋毁。性子倒是和当年一模一样，执拗又刚面。我寻你而来，从不是看中你的手段，只因你姓江。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为何要那般行事？上一代恩怨已成过往，如今该轮到我们了结。你坚守的等价交换，终究只是一场童话。绝望来临之时，规则毫无用处。何为童话？何为绝望？我一概不信。任凭世事万变，我只信利益对等，万事皆可交易。陆判官，帮我彻查50年前8号当铺旧事。这不是怂，是生物面对绝对力量时的本能反应。面对那种能随手抹除物质存在的怪物，身体不听使唤，再正常不过。去你大爷的童话！林夕许诺给他成王的机缘，代价却是让他放弃对往生杀的渴望。没了野心的猛虎，根本无缘成王。这根本不是交易，是彻头彻尾的诈骗与掠夺。8号当铺空手套白狼画大病，四海当明码标价真心相待。在这阴阳崩坏的乱世，公平，哪怕是残酷的公平，才是最稀缺的硬通货。丁，掌柜新境突破，对等价交换规则理解加深，当前权柄同步率15%，解锁新功能远程敲格，烫手山芋速速脱手，换取实打实好处。1. 阴司官方庇护令初级，功德值500点。不是威压，也不是鬼气，是深入骨髓的恶心，如同冰冷黏腻之物爬遍全身。周遭毫无异样，可危机感越发浓烈。林夕是杀伐掠夺，此物意图将人彻底吞噬。警告！警告！检测到未知规则污染源接近，非鬼、非妖、非神，风险等级极度致命，立刻撤离。非妖、非鬼、非神，此物究竟是何等邪祟？乌江白，找到了当铺钥匙。他是夺宝者，目标是四海当钥匙与青色账本。警告！警告！遭遇未知规则侵蚀，尝试是国式化故意。国式化？这他妈是什么词儿？阴阳两界讲因果轮回，怎么跟代码病毒一样？因果溯源，开！感觉到了吗？那种令人作呕的气息。那是什么？不是鬼，不是神，我的账本鉴定不出来。你当然鉴定不出。他们不属于这片棋盘，我们皆是规则使用者，维护世界运转，但他们只拆不见，碾碎一切，吞噬殆尽。我爷爷称他们为拾荒人。拾荒人？这哪里是捡破烂，分明是捡拾整个世界的尸体。林夕，四海当。言出法随。8号当铺，
欲望深渊。滚！借贷规则，反向输出。夺宝会只是外壳，拾荒人才是核心。我们的棋局得换个玩法了。在弄死那些垃圾之前，你最好别死，不然我会觉得很无趣。拾荒人吃了我的，都得连本带利吐来出来。赵空明，江掌柜，你怎么来了？你被邪祟缠上了，而且这气息不属于阴阳两界。你看看这个，认识这东西吗？是他们，真的是他们！我找了3个月，终于找到他们的踪迹了。他们是什么？我认识一个人，叫他们拾荒人。拾荒人，我们叫他们拾魂网。3年前，我师父就是被这东西害死的。他能抹除一切存在的痕迹，吞噬因果，连轮回都绕不开他。在鬼市，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鬼市？又为什么要针对我和8号当铺的掌柜？8号当铺，因为你们是规则载体，拾荒人以规则为食，当铺掌柜是阴阳两界规则核心，是他们最好的猎物。他们并非单独行动，背后有人操控，和神秘组织破局者有关。他们妄图打破现有规则，重建阴阳秩序。破局者，不好，他们追过来了。赵道士，别愣着，联手！好，天地无极，乾坤剑法。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们太多了。小心！废物，连这点小麻烦都搞不定。你怎么来了？不是让我别死吗？我可不想我的对手死在这种垃圾手里。8号荡出，欲望囚笼。江掌柜，借你规则之力一用。好。天地同力，斩！你知道破局者的据点在哪儿？我师父留下的线索，他们据点在鬼市最深处废弃当铺内。正好，新仇旧账一起算。既然要去，就得做好赴死的准备。破局者的实力远比我们想象更强。我师父的仇，我必须报，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那就出发，这一次拆了他们老巢，让拾荒人与破局者付出代价。回来了，这破巷子，这烂当铺。这一趟玩命是真玩命，但赚也是真赚。1年啊，几天前还在为明天会不会被高利贷砍死发愁，现在这1年就是巨款，就是底气。陆半官给的护身符，有了这玩意儿，以后在江城地界，不管是黑白无常还是孤魂野鬼，见了我都得客客气气叫一声江掌柜。这就是权势，这就是地位。城隍庙，陆判官的地盘，官方背景，贪是贪了点儿，但关键时刻能扯虎皮做大旗。这是我的伞，西山狐狸洞，胡三太爷的老窝，妖界巨蟒，利益给够就是最好的黑生意伙伴。这是我的财路，还有老黑，鬼王战力，忠心耿耿。这是我的刀。白灵儿，那个爱美如命的狐狸精，情报网遍布江城，把她拿下，四海当就有了眼和耳，爽。
这种把命运攥在手里的感觉，比赚100万还爽。夺宝会、拾荒人，那个差点把我和林夕一口吞掉的灰色怪物，那不是鬼，是规则的橡皮擦，不讲道理，不谈生意，只想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变成虚无。林夕高傲的像只黑天鹅，8号当铺的掌柜，是对手，是死敌，是为了抢生意不择手段的疯婆子。但在那个灰色怪物面前，他也是唯一的同类。天谴不是雷劈，天谴是遗忘。他们来了，他们在吃这个世界。江白，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他们，跑得越远越好。这普天之下，阴阳两界，哪里还有比四海当更安全的地方？老子凭什么跑？这当铺是我的，这命是我的，这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也是我的。想抢，想吃，那得问问我手里的账本答不答应。不再是迷茫的大学生，也不是算计蝇头小利的市筐小贩。现在的我，眼里有刀，有火，有把天捅个窟窿的野心。爷爷，你错了，好是没有用的。面对那种怪物，只有比他更狠，比他更贪，把他连皮带骨头都吞下去，那才叫安全。远程交割，启动。阴司投名状到手，势力扩张，资本就位。喂，掌柜的，别睡了，去给我找个人。掌柜的吩咐，找谁？白灵儿，告诉那个狐狸精，我有办法让她的尾巴变得更漂亮，让她今晚来见我。得令，掌柜的放心，我一定把她给您请过来。新的一天开始了，也是新的游戏开始了。从今往后，不只是客人来找我，也该轮到我去找我的客人了。不管是人，是鬼，是神，还是藏在阴沟里的夺宝会，只要你有价，我就能收。四海当开张。陆判官，官方渠道能给我政策庇护和阴司内部消息，是我的保护伞。胡三太爷妖界巨流，手里握着大把天才地宝，是我最稳的上游供应商。老黑忠心耿耿的鬼王，3000兵魂战斗力爆表，就是我的武装安保部门。缺了最要命的一环，情报部。没有眼睛和耳朵，再强的实力，也只是个坐在金山中等死的瞎子。来呀！雕虫小技。掌柜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我需要一个情报主管，负责收集阴阳两界所有有价值的信息。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掌柜的好大口气，我在江城逍遥自在，凭什么要为你做事？你的瑕疵已除，难道要一辈子困在这狐狸山，做个山大王？跟着我，你看到的将是整个阴阳两界的商业版图，还有你闻所未闻的知识。这不是雇佣，是交易。你典当未来100年的部分自由，做我四海当情报主管。我给你源源不断的知识，还有四海当未来所有收益的1成分红。掌柜的，作为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带来一个价值连城的情报。丰都地府即将颁布新策，所有轮回之魂的孟婆汤里必须添加3生莲。丰都地府即将颁布新策，所有轮回之魂的孟婆汤里必须添加3生莲。3生莲。垃圾，不折不扣的垃圾。一旦政策颁布，需求一夜暴涨，价格必定疯涨，10倍、100倍不止。这不就是阴间版期货，靠信息差打降维打击。
冰魂身，无论南方。掌柜的，这是……白灵儿，动用全部情报网，查清三生莲所有产地、商家库存与数量。是，掌柜的，我立刻去办。老黑，末将在。命你3000冰魂化整为零，探查产地产量与守卫，扫清一切阻碍收购的势力。末将明白，定不辱使命。人手齐全，可我极度缺少启动资金，阴阳两界钱财皆不足。3路筹款计划敲定，阳白接单，妖界换货，阴阶求助。陆盼，我有一桩能让你考评那瓶卓异的大项目，你可有兴趣入局投资？卓异考评，又是江白，上次吃亏还历历在目，去怕入坑，不去错失晋升良机。江掌柜，公务繁忙，来迟了，恕罪恕罪。陆盼可知，近期分都将有新策，与轮回转世有关。哦，不知江掌柜所言何事？小神许是近日公文太多，消息滞后了。新策一出，您上次倒卖往生沙那点功劳，算得了什么？提前储备物资，稳住轮回秩序，这份功劳足以让你官爵江城所有城隍。江掌柜，您快说，需要小神做什么？只要小神能办到，万死不辞。鱼儿上钩了。我需要启动资金，还有城隍司特殊物资采买令，有令在手，行事名正言顺。这是豪赌，赢则平步青云，输则万劫不复。江掌柜，我信你这一次。这是库房提货令，可支取10万阴德，采买令明日一早送到，我身家性命全压你身上。老黑，来当铺取东西。阳间现金，阴间阴德，妖界物资，3路筹款全面启动。这场豪赌，只是搅动阴阳风云的开端。旁人棘手难题，与我皆是到手肥肉。搞定。大神，真的修复好了，您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结账。1夜20万到手，高利贷压力为减，阳间战场落幕，妖界谈判开启。昔日杀猪化为至宝，此人实力深不可测。江掌柜真是好手段，好手段啊！我以300年赤阳草、月见花、100年雷击树换取此至宝。
折算等价3000阴德。江掌柜，这是陆判大人命小的给您送来的特殊物资采买令。这哪里是采买令，分明是江城地界横行无忌的许可证。全部原始资本集齐，豪赌弹药尽数备足。行动开始，天亮之前，我要江城所有的三生连都姓江。都过来！定数收购三生连，有多少收多少，低调分批购入，单次少量购入，谎称自用，送至城西乱葬岗槐树下方，否则你知道后果。此为定金，事成之后10倍赏钱。各位将军大驾光临，不知有何吩咐？原来是奉旨办事，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多多包涵。一夜时间，江城8成三生连尽数归入囊中，弹药已然备足，静待丰都新策颁布，坐等价值暴涨。掌柜的，出事了！胡三太爷也在暗中大批量此物。他是察觉商机，还是另有别的图谋？是背叛还是计划暴露？情报源自阴司高层，连陆判都不知情，狐妖无可能知晓内情。老狐狸只看懂表面动向，跟风投机，想要分取利益，有点意思。想跟风喝汤，既然想上船，便让他做助力，为我所用。江掌柜说笑了，你动静这般大，老夫此能毫无察觉？我有办法，让三生连短期内价值翻涨100倍。竟能翻涨100倍，远超自己预计范围。我缺妖界渠道总负责人，三太爷威望仗十足，不妨联手做大格局。自然愿意。狐狸山全听掌柜调遣，所有收购物资尽数上交。老夫只求2分利润，便心满意足。可以。竞争对手顺利转化为得力分销助力。掌柜的，掌柜的，出大事了！丰都内线拼死传来消息，
8号当铺之人暗中接触除草新政的魏判官。釜底抽薪，对方竟直接从根源动手，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对方却直接掀翻整盘棋局。昔日聚宝之物，顷刻沦为无用垃圾，所有投资尽数打水漂，无力偿还应得欠款，辜负妖族信任，事业人脉尽数崩塌。从前尚有退路，如今身为当铺掌柜，连沉沦逃避的资格都没有。掌柜的别慌，实在不行，末将率3000兵魂踏平8号当铺。掌柜的还未到绝境，我们另有纹路，您千万撑住。麾下众人皆誓死相随，自己绝不能就此认输。迟迟不曾出手竞争收购，刻意等我全盘压住后，从权力跟头斩杀，用意绝非求财，他意在证明绝对力量凌驾一切等价交换规则，蓄意摧毁四海当根基。既然想凭权势压人，我便让这份权势沦为束缚你的枷锁。动用全部情报网，阴阳人3界尽数渗透，匿名快速散播消息。放出消息，我与8号当铺公然对赌，三生莲仙证若无法落地，我以10倍天价全盘收购所有三生莲。疯了吧？那个江掌柜是疯了吧？就是个噱头，想把价格炒高了出货。是真的，四海当的人前几天就在扫货，价格比实价还高。我亲眼看到他们亮出了城隍寺的采买令，去我团和支流，去城西万道岭。三生莲价格3倍，全城疯抢。江掌柜，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这是在疯！江小友，快收手，我们斗不过他们的。信我，想赢就跟我一起加注。他竟然用这种方式把政策问题变成了民意问题，他到底想干什么？四海当江白放话10倍收购三生莲，整个阴间市场都为之疯狂。四海当江白启动第2方案，既然他想把事情闹大，那我们就让他再大一点。听说了吗？四海当的掌柜放话了，要是那个什么新策不颁布，他10倍价格收市面上所有的三生莲。三生莲组队去远方寻宝，更扫更杀。不想等了，没意思，谁要谁拿去，换点阴德快活。是市场线大量非正常低价抛售，昨日顶级囤积者今日集体出货，行为完全违背常理。林夕的第2方案正式启动了。查。快跑啊！全砸手里了！我的家底儿啊！我的家底儿啊！江白，你好大的胆子！我们中计了，这8号当铺的手段竟如此狠辣。
鉴定8号汤普本身，我要知道他的弱点到底是什么。